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厉害的增加细节的技术啊，叫做 Detail Diamond。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靠控制 Sigma 来增加这个细节的。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效果。这个呢，是我们真实跑出来的官方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我们靠正常的采样呢，可以得到一个孔雀，包括呢整个的背景啊，然后蝴蝶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但是背景是虚化的，这个呢也符合 Flux 本身的一个展示的情况。那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这个 Sigma， 也就是噪点的数量来增加不同的细节啊。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几种方式。首先呢，看这个，这是原图啊。那我们看一下增加细节之后的，非常明显啊，羽毛上非常漂亮的这个眼睛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啊。那你会发现呢，背景呢也相对来说更加清晰一些，但是呢，它和原图的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细节呢的确是非常有效的增加了。这儿还有一种方式，大家看一下，比较好的保持了和原图的一个效果，但是细节呢同样也是增加了，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啊。那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呢，同样和原图呢保持了比较高的一致性，虽然呢不是那么强啊，但是呢也非常好的增加了细节。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不依靠任何的模型来增加细节的一种方式。大家看这个可能会比较乱啊，待会儿呢我会给大家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的工作流，或者是我们从头来构建，大家会觉得呢更容易理解一些。那我首先呢，从理论上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可行的。那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我们现在呢把它翻译一下。首先呢，你要知道啊，所谓图像生成的过程呢，其实是一个降噪的过程。但是我们在降噪的时候呢，就要去除噪点。那你去除多少噪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采样器和这个调度器就是 Sampler 和 Scheduler 它做的这个事情。但是你要注意啊，虽然呢它整体的过程是这样，但是呢前期的采样和中期的采样以及后期的采样，它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前期的采样其实呢是一个低通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建立这个图像大体的轮廓。而后期呢，我们是在调整细节。那比方我们的 FreeU那它其实也是在通过调整这个噪点来增加一些细节，它原理上呢是一样的。有人说呢，那是不是我们控制一下减少这个噪点的量就可以增加更多的细节呢？理论上是这样啊，但是呢你也不能就是说非常简单粗暴的去做。那么这个作者呢也做了很多的实验啊，如果你简单粗暴的去做的话呢，这个往往会让整个的图像给它崩掉，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方法。那这个节点其实就是带给我们一些有效的方法，让我们去调整这个噪点的一个去除的量，然后去有效的增加细节啊。基本上原理就是这样。那我们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啊，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前期是在调整大体轮廓，后期呢是在调整最小的这个细节，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来讲是在调整中间的这个噪点的数量，那么这样会更加的有效果。那它这个呢本身的原理也是这个样子啊，它并不建议你去调整一开始和结束啊，是调整中间降噪的这个水平呢，来增加更多的细节。那么这个方式呢其实有3种啊，他这也提到了，但是你要看它这个文档上的东西可能很难去理解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边做边说，让大家明白怎么更好的去实现增加细节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首先呢我们先创建一个空的工作流，然后把默认的呢给它去掉。下边呢我就是要增加一个 Flux 的默认的工作流，这个跟我们之前做的是完全一样的啊。你注意我做出来工作流和它官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啊，我只是让大家更容易去理解。那参数呢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竖屏的啊，所以说我是720乘以1280。我增加一个提示词啊，这个提示词呢是一个古典美女站在一个漂亮的风景前边，那所以说呢它的前景和背景是都有的，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来采样就可以了。我们先说最简单的这个实现方式啊，我会一步一步的去调整这个工作流。25步采样，
然后 1.0， 这个呢我还是加一个 Laura 啊，让它看起来更好看一点。同样的是小红书的 Laura， 这儿呢我给到 0.8， 然后我把它串起来。那这儿的采样呢，我就使用小红书的采样就行了啊。下面呢我们来生成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就生成了这样一张图片啊。这个你可以抽卡挑一下啊，挑一下你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个图片。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抽卡得到了这样一张图片。这个我觉得呢，不管是人物啊还是背景啊，都是比较细致的啊。那么这张图片拿过来之后，下边呢我们就靠调整这个 sigma 的值来增加它的细节。当然，首先大家第一个可能想到的 sigma 是个什么东西，好像没见过啊。其实呢，我们在采样器里边有一个参数叫 sigma， 但是你在这种封装的比较高级的采样器里边可能没见过啊。那比方说，我们把这个采样器给它换成一个自定义的采样器，Sampler Custom， 其实是一样的啊。那我们把它替换一下啊，所以说这样。把所有的连线呢都给它换一下，然后呢参数我们待会儿去调。你注意这个 sampler 就是我们说的你使用什么样的采样器，这儿我同样是 DIS， 然后是 sigmas， 我们一般呢会选一个 basic scheduler， 那么这儿会产生一个 sigmas 啊。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步数，比方25步，降噪系数，然后这儿可以选择调度器，我们选择 beta， 然后呢我们把种子给它复制过来。因为我们要生成一样的图像，那这儿呢我们也换成 fixed， 这儿换成 1.0， 然后呢我们把它输出连过来，这个就可以不要了。下面呢我们重新采样。大家注意啊，在这儿的话呢，这个 model 是需要连过来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model 也连到这儿一下。我们得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图像，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改动。那你首先要明白 sigmas 是在这儿的，它其实呢是我们的调度器产生的降噪的一个功能啊，或者你认为是降噪的需要去除噪点的一个数量。那我们通过修改它呢，就可以让整个的这个图片呢有一些变化。那么怎么变呢？我们先看第一个节点。我们从简单到复杂来说啊，那第一个节点非常的简单，叫 multiply sigmas， 就是我们直接调整这个数量。你原来降噪是1啊，我调成 0.95 或者 0.96 就可以让这个降噪呢变少，同样细节就增加。这个就是最简单粗暴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multi sigmas， 我们直接来加这个节点。当你搜这个节点的时候，可能你会搜到很多 multi sigmas， 你一定要用的是我们今天装的这个节点里的multi sigmas， 是 detail daemon 里边的啊，然后我们选中它。大家注意，它就是把 sigmas 做一个串联，我们现在呢给它连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节点给它复制一下啊。对吧？这个 sigmas 替换掉原来的 sigmas， 你要是 1.0 呢，和原始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呢给它调一下。注意啊，减少 sigmas 是降低去除噪点的数量，所以会增加细节。所以说在这儿的话呢是小于1的一个值啊，比方我们给到 0.95，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值。我们加了之后，就是所有的降噪的系数都会乘上一个 0.95， 它原来降噪是100个噪点，那现在只降噪95个，所以说降噪水平呢就会有所下降。那我们来看一下采样生成的一个效果。当然 0.95 的时候呢，这个人物和细节呢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要注意啊，背景呢已经变得比较清楚了，人物的状态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呢这个有点接近要崩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呢你可以调大，比方我们调到 0.98， 你调的越高它就越接近原图的一个状态啊。大家看这是 0.98，虽然说呢两个不太一样，就像我们看孔雀那个一样，它也是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统一降噪，所以说是在前期的时候已经开始降噪了，而前期是在决定大致轮廓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会非常容易改变我们这个轮廓本身。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我们可以让这个更多的细节出来，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方法啊。
那第二种方法就相对的精细一些啊，我们别简单粗暴的来玩啊，那就是我们还是躲开那个最初绘制轮廓和最后做精细化的那个阶段，我们只把中间呢进行一个处理。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节点，大家看一下。第二个节点呢叫做 lying sigmas， 它叫卧式 sigma， 就是躺着的啊。其实你会绘制那个效果就像枣核一样，像一个东西在那儿躺着，它两头是尖的，中间是这个鼓起来的，所以说叫卧式的 sigma 采样器，那叫 lying sigma sampler。那么这个里边的参数你要注意啊，这个参数的话呢，主要有3个。那我们在这儿来看，这儿呢我们增加一个 lying sigma。这个值是负的 0.05， 就是让整个降噪的这个噪点数量减少这么多。它这个值 0.05 和这个里边的 0.95 其实是相当的，只是不同的维度啊。负的就是要减少 sigma 的这个量啊，所以说呢会拥有更多的细节。那另外你要注意，它这会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说我们要避开开始和结束嘛，所以说它就会有 start% 和 end%， 默认的是 0.1 到 0.9 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可以直接用。而且你要注意啊，这个东西它连的时候啊是连在 sampler 上，不是连在 sigma 上，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但是待会儿你调整的时候别出问题就行了啊。对啊，把这3个选中 Ctrl C， 然后我们按住 Ctrl Shift V 就可以将连线一起给它拷贝过来。但是你要注意啊，你拷贝过来的这个连线呢，现在是有问题的啊。首先呢，我们将 sigma 给它复原。sigma 呢不是从这儿连过来的啊，而是从这儿直接连过来的。这个不要去改它。然后我们改的是 sampler 啊，所以说呢，把这个节点给它拿过来，这个 sampler 连到这儿，然后这个 sampler 给它连到这儿。这是负的 0.05 和 0.1、0.9， 我们先默认的走一遍，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那我们和原图做一下对比啊。首先你要注意，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比较好的保持了原图的状态，是因为我们避开了低通的时候生成轮廓的那个部分，所以说轮廓呢是一致的。那这样呢，我们就保证啊，它这个人物不会像上一个这个采样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那比方说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呢，这个腰带的部分就多了中间的这个不知道是扣的还是什么啊，然后这儿就没有，对吧？你包括这个衣服上的这种褶皱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你可以通过调整这2个值来改变这个细节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成 0.2 到 0.8。那这样的话呢，它降噪的这个时间呢就变短了。那这个和这个的接近程度呢也就会越来越高。大家看一下，这俩就会更像啊，细节增加的就更少。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减少这个，你比方你把它减少到 0.03， 然后呢我们再来，那它比原来的就更少，它就更接近这个图像啊。大家看一下，这俩就更接近，看衣服这儿，你不细看可能都看不出来啊，但是如果你对比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区别的啊。那为了清楚呢，我这儿还是换成负的 0.5， 这儿换成 0.1， 这儿换成 0.9， 这样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啊。那这是第2个方法啊。第3个方法是最复杂的，最复杂就是这个 Detail Diamond Sampler， 这是一个最复杂的，这里边提供的参数也是最多的啊。首先呢有这个detail 的数量啊，开始和结束，这个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另外它提供了 bias， 就是偏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人工智能里边呢，我们会有 weight 和 bias， 对吧？就是权重和偏置啊。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设定开始和结束的 offset。另外呢，是不是会有淡入淡出的这种，是不是让整个曲线更加的平滑？其实这种呢控制的就更加精细一些啊。好，下边呢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增加第3个节点 Detail Diamond。那这个东西你如果直接用它，它跟这个应该是一个效果啊。下边呢我们试一下，如果我们把这几个节点拷贝，然后我们再来一个，调整一下它的位置。主要我现在直接把这个给它换掉，同样它也是连到这个 center 上的。你注意这儿如果是负的 0.5， 那这就是 0.5。不是 0.5， 应该是 0.05
然后这儿呢我们是 0.1， 这儿我们用 0.9， Bears 我们给0，这个呢我们也给0。Smooth 呢我们先给它干掉。那我们直接来采样，大家看一下，它们俩应该是比较像的啊，好像还不太一样，可能我们不能简单粗暴的认为它们俩是一样的，是吧？那我们看一下这种控制呢，可能就更多一些啊。那我们说都有什么呢？这个先不用着急啊，我们再说一个另外的节点，你要注意跟它配套的有一个节点叫做 Detail， 然后 Daemon Graph Segments， 它跟它呢其实是一样的啊。如果你现在把它连上，你可以设置跟它一模一样，比方这是 0.05， 然后这儿是 0.1， 0.9， Bears 我们给0，这个 CFG Skill 这个无所谓啊，这个待会儿我们说的是干嘛的。大家注意啊，现在呢这俩参数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只是把一个曲线给你绘制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注意这儿一个曲线。这个曲线的话呢，其实是说我们现在将这个细节从一开始啊这个位置开始调，然后到下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很容易去看出来啊。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它调成 0.2 到 0.8， 那你注意这个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呢，就会提前和延后，我们看一下，对吧？那另外的话呢，这个值，比方我们给 0.1， 哎，它就会变高，所以说很容易让你看到个参数是干嘛的。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呢，我们给到1，看一下，哎，这个应该能看出来了啊。其实呢是在调这个坡度的，对吧？那我们给 0.5。大概能看出来啊。这个呢，我一般就给0啊。然后 Start Offset， 这个可以单独的调这个 Offset， 这个我也没太多的试过啊。我们试一下 Start Offset， 这就高了是吧？直接调这个 Offset 值，这个我一般不动啊。摁到 Offset 就调这儿，我们这个也给1，那它后边就翘起来了，对吧？这样。Fade 啊，我们也给个1，大家看一下，1单入淡出给的太多不行啊，给 0.5 吧，它会整体的压低这个幅度大家看一下。Fade 渐进式的，对吧？我们也不设置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Smooth， 我经常会用一下啊，会让它变得平滑一些，让曲线干得更平滑一些啊。那所以说呢，你可以简单的调整这样的一些参数啊，不用太细致啊，就基本上这样就可以。然后你这儿调好了，这儿跟着改就行。比方说呢，我同样是19，然后我 Bears 给到 0.5，然后呢，我把这个也给个值啊，比方我们给到 0.2，然后我把 Smooth 打开。下边我们说一下这个 CFG Skill Override。CFG 呢，因为我们在这有一个值啊。你这儿要是0，意思就是说这个 CFG 值就是由这儿来决定的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很简单。所以说呢，我们就大致明白它的一个用途就行啊。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再来调整一下。好，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调整出来的一个效果。那你可以跟原图去对比一下啊，这是原图。大家注意领子这个位置，我们调整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包括腰带这个位置。就这种简单的增加细节，包括褶皱这个位置，不会改变整个图的一个基本形态啊。下边呢，我们做一个 image compare 啊，对比一下两张图片。那我们里边这张当然是原图，执行一下。大家看这是原图啊，那我们看一下之后的，你注意背景，其实变得更清楚一些的啊。注意人物。也是啊，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细节可能更多一些。如果你觉得不明显啊，那你可以调整。
比方说我们将这个调整到 0.8， 来看一下，这个就变化很大了。注意啊 0.8 已经很大了，你注意刚才是 0.05， 可不是 0.5 啊。所以说呢，这个值呢你可以适当的调啊，把你调到 0.1 或者调到 0. 几。那另外你去关掉这个 Mouse 啊，或者是 Exponent 都可以让这个图像的变化更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你注意背景是不是变得更清楚，很明显啊。看衣服、领子、腰带、手，看脸，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细节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部分。那有人说他在生图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难控制的啊，所以说我们真正用的时候是不会这么用的。我现在讲了这么多啊，其实真正用的时候不会这么用啊，是怎么用呢？往往是叫图生图的时候，那我们去用，就是我们去修改某一些细节，是先生成一个底图，然后再去修改细节，而不是直接生图啊，太危险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调多少。所以说呢，我们下边来试一下啊，这个应该怎么去做。我们把原图呢给它保存一下，这儿呢我用一个 set node， 这个呢我同样叫做 render mg。 那下边呢我们就可以 get 拿到这个 render mg， 拿到它之后呢，我首先把它放大，这个我就简单一点，我们用一个算法直接给它放大，放大的倍数呢我们到 1.5 倍，这样我们就拿到了一张图像。图像我们就不看了，跟原图是一样的。然后就是采样，采样的话我同样是采用这样的一种采样方式，我们都给它拿过来啊。下面呢我挨个给它连上，首先呢是我们的 model， 这个直接连就可以了。 positive 这个我们用的是 flux con 加，注意这儿别忘了加 sampler guidance， 这个就简单了啊。然后这个 sampler 这儿我们得加一个基础的 sampler， 然后是 sigmas 标准的 sigmas， 对吧？这个 model 需要连过来。这儿我们需要设定一下，这儿用的是 beta 25不采样。然后 denoise 的时候就别 1.0 了啊， 1.0 太恶心了，因为你现在其实是一个放大和细化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我们并不建议用 1.0， 我们用 0.5 或者是什么都可以啊，跟我们传统的那个放大图像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将这个 image 给它 VLE encode 一下，放到这儿。那同样呢我们需要拿到 V1 data 连这儿，然后 V1 再连过来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图到图的一个过程。下面呢我们来执行。原图在 reroute 进行一个 set 可能是不起作用的，我们给它这儿连一下吧。看一下这种呢就会更加的直接一些啊，就不会像原来这个你直接的去生图啊。那细节呢可能修改的就不会那么的突兀，那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同样用一下 compare 原图，然后生成的图像，我们对比一下啊，图变得更加清楚。那这样的效果呢其实就更好一些啊。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通过修改 Sigma 啊，不用任何模型去增加细节的一个方法。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